科梅洛先生，您不觉得这种事儿应该由我妻子跟我说吗？叶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她不想伤害你，她愿意留下来。她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的丈夫说，她需要你的支持，张伟先生。我的解释，你满意吗？非常满意。我替叶谢谢你，张伟先生。再见。再见。老师，您叶，我爱你。上帝，我终于说出来这句话。老师，你已经是第2次开这种玩笑了，就不能换点别的？我不是在开玩笑，是不是？告诉我，是不是？是。你呢？你也爱我吗？如果你说不，就不要接这杯水；如果你说是，就把这杯水放在你自己的手上。老师，我什么都明白，可是我知道你的可是，我理解，可是我无法说服我自己。哎，不是有电话吗？完了，哪来的？是个老外老外？啊，是一个大舌头老外，直着嗓子直跟我嚷：“哎，姜伟，什么时候交个老外的朋友啊？” He refused to talk to you? No, there was no answer. I don't get it. What do you and Yee's husband have to talk about anyway? Do you want to tell him you love her? No. I just want to explain something to him. I've talked to him once before. Is this call very important? Yes, probably. It is very important. Perhaps. No, forget it. I'll just let Ye explain it herself. 江医生，刚下班啊？你不也一样吗？哎，对了，启晴今天和你好像在争执什么呀？哦，就是为了我给你送的那份饭，他怕我爱上你。也许是我多虑了。我觉得最近我的妻子有些不太对劲。怎么了？我很想坐进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坐进你，不知道怎么坐进来你的心里。
在上帝的面前告诉我，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耶，不要回避，告诉我好吗？耶，是真的吗？你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人，你所给予我的是别人所无法给予的。在我的心里有一个位置永远是空着的，这个位置属于你。但是你也应该知道，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更重要的人，他就是我的丈夫姜维。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可是，我爱你，这也是事实，也同样无法改变。1个星期前。你给瑶瑶的妈妈打电话了吗？我为什么要打？来，耶，这些书真的像石头。我给你煮杯咖啡。还是打一个吧。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觉得你应该打一个。也许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呢。要我回避吗？不要。Hello? Whom are you calling for? Hello? Hello? 哎，刚才谁的电话？不知道，刚才没有声音。怎么了？没人接？你知道加拿大那边现在是几点？凌晨1点，没错。凌晨1点。对。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房间里接电话，在凌晨1点，这意味着什么？虽然我没有见过叶医生，
但医院的人提起他，都说他人品很好，所以我一直都对他印象很好。可是没想到他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对家庭、丈夫和孩子不负责任的人。是啊，我也没有想到。不过我早有种预感，他对之归期，不仅仅是为了课题，那只是个借口。等着吧，他会很快提出离婚的。你同意离婚吗？为什么不同意？你害怕离婚吗？如果就是我自己的话，我不害怕。可是我的父亲、我的女儿，老少三代要因为一个女人的缺席而共同面对一个残缺不全的家。你怎么了？你的家可以重新完美。你说什么呢？哎呀，做什么呢？也不能做对不起孩子的事儿啊！林阿姨，我爸爸已经回来了。哦，爸，林阿姨来了。哦，哎，景伟，你去同那姑娘好好谈谈啊。好。来，领头，你怎么啊？你笑什么？围裙和白大褂之间反差太大。怎么，你没见过男人穿围裙的啊？那倒不是，我觉得你应该在家里听听音乐，看看报纸，等着有人把饭菜做好。家应该是男人休息的地方，你不应该太累。我愿意给你做饭。你说什么？我愿意给你做饭。林彤，我可以让你的家重新完美。可是我，也许我这话说的早了点儿，可是我知道，一个负了心的女人是很难再回头的。她在国外面对种种诱惑是很难抗拒的，所以只有背叛。你理解这种背叛吗？我鄙视。鄙视让你产生冲动，还有同情。你在同情我，甚至在怜悯我，是不是？不对，不是这样的。其实当我第一天到医院来报道，第一次在办公室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好大夫。我努力工作，想给你留下一个好印象。这些日子，我越来越觉得我开始对你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了。每天来上班是我一天中最愉快的事情，因为能见到你。林彤，让我把话说完。本来我只想把这种感觉默默地埋在心里，可自从你告诉我你跟叶大夫的事情之后，我就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就想告诉你。你别笑话我啊！也许这只是我一厢情愿，而且对你来说也太突然了。当然，你也可以拒绝。不过，你能不能不要现在就回答我？我能等，我有耐心。林彤，太美了，我妻子留下的。它一定很珍贵，您一定要好好的保存它。我妻子死了以后，我一直把它锁在保险柜里。今天是我第一次把它拿出来。我知道它在您心中的分量。Yeah。
还不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戴在你的身上会更美。不，老师，我妻子临终之前，她把这些交给我，她对我说：“可把这些留给另一个女人吧。”不，老师，为什么不？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有理由相爱。这是你的，让我们好好的相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我的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吗？你不该爱上我，这对你不公平。我要的是爱，不是公平。你想没想过我们的客观环境？你前面亮着的都是红灯，这些灯光追逐着你，会把你给刺痛的。我不在乎。可是，连我都不知道我的婚姻会是怎样的结局。林彤，你想过我的婚姻吗？我不知道，我没想要破坏你的家庭，是你的婚姻自己出现了问题，现在正面临着解体。姜伟，咱俩定个君子协议吧。如果你的婚姻还是那么完美，你们还是一对恩爱夫妻，那我就……你怎么还不休息？爸，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您说。说嘛，什么事儿？这如云她决定延期了。什么时候决定的？就前几天。前几天来电话，怎么没跟我说？可能是她不好说吧。什么原因突然决定延期？你同意了？她的个性你了解，一旦定下来的事儿，谁也说服不了。况且有些事儿不是说服就能解决的。那你还没告诉我他到底什么原因延期啊？他不会连原因都不跟你讲吧？课题，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别的原因？什么别的原因？您休息吧啊。哎，你打算怎么跟瑶瑶说啊？我想先别让她知道，到时候再说。
克米洛，我最敬爱的老师，此时此刻，我想说的话只有一句：对不起，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喂，啊，是我。啊？你到机场了？谁呀？他到机场了。谁到机场了？叶如云。我知道他为什么回来。为什么？他是回来离婚的。站住！我以一个过来人，一个老大姐的身份，正式跟你谈谈。我知道，姜维是一个值得爱的男人，但是10多年前就已经有人爱上他了。你来晚了，就好像坐车，晚一步你就上不去。况且你晚的不是1步，而是10多年。你说，这车你还上得去吗？叶如云言妻，你的胆子就大了。林童，你自以为聪明，其实很愚蠢。你明白自己是什么人吗？也许姜维一时冲动地爱上了你，可那种爱情不过是梦幻式的爱情。总有一天人家夫妻要团聚，你不过是个添缝的。说的难听点儿，搬战雀巢，到时候你得把窝给人让出来。你能得到什么？啊，伟大的爱情。您说完了吧，护士长？您说的话我都懂了，可我现在得去送药了，我先走了啊。哎，懂了，你懂什么？谁啊？哟，林童，哎，怎么了？哎，姜医生，来来，这儿先。怎么了？我的腿腿怎么了？很疼。腿疼？经常疼吗？原来没有，就从今天开始，来来，你活动活动，来。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哟，爸，你怎么才回来啊？人呢？你是说如云啊？啊，她吃过饭出去了。如云今天回来，你怎么没去接她？你忙得连1个小时的时间都没有啊！爸，您休息吧啊。哎，你怎么不去客厅里等等如云？她就该回来了。爸，您休息去吧啊。爸，如云还没起来吗？昨天晚上他根本就没回来。没回来？爸，本来昨天晚上我就想跟您说的。昨天晚上就想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如云，她不回来能去哪儿啊？爸，有些事儿你要有思想准备。思想准备？是。爸，您起来啦？哎，我看是你出了问题。如云，你们两个到底怎么了？爸，没事儿。姜维，你们谈了吗？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为什么？你好，我好像没见过你。你是没见过我，我姓叶，叶如云。你是叶？对了，你们家姜维当主任了。听说了。还有，哎，我也不知道应该跟你怎么说。什么话这么难说？你不在家这2年，姜维是又当爹又当妈，挺不容易的。哎，他要是犯点什么小错，你可要给人个改正的机会啊。哎，俗话说小别胜新婚，你们这一别就是2年多，你回来可就要好好表现一下啊。好好表现。表现什么？嗨，这你还问我？当然是感情大补了，能补多少补多少。曲静，啊，你是不是我的好朋友？当然是了。那姜维的事情，你就应该告诉我。
没有想到，我一点都没有想到。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不告诉你也有我的道理。我是觉着他们还没到那一步，所以说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晚了可就不好说了。已经晚了。已经晚了，什么意思？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下班后咱们再好好聊聊。好吧。我是来报道的。哦，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谈谈？是啊，我也有这个想法。什么时候？当然越快越好了。我听说你最近有一个大手术，我想等手术结束之后我们再谈，行吗？再说吧。怎么样？刚从国外回来，家里的环境还能适应吗？既然是家，当然能适应。不过，有什么话就说，我有思想准备。你有准备？什么准备？我不会成为你的障碍的，你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只是希望不要把事闹得太大。我这个人多少还有点自尊，我想咱们还是体体面面的为好。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可以不懂，但是你放心，我不会成为你障碍的，真的。其实我们谁也没必要给谁设置障碍。有些事情，它既然发生了，可能就有它发生的道理。我想咱们还是想开一点，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点？我实在不能理解你现在这副样子，把自己弄得可怜兮兮的。你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做什么铺垫，这种事情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理由，一个不字就足够了。如果你是男人，我会说你是伪君子。可是你的手段也并不高明。想离婚就大大方方说，何必浪费时间呢？我们已经不年轻了，浪费时间等于浪费生命，知道吗？到底是你要离婚还是我要离婚？你怎么可以倒打一耙呢？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伪，这么让人反感？好了，既然这样，没有必要谈了。我可以告诉你，我姜维还是姜维，过去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先生，请您说话小点声，谢谢。喂，对，是我。好，我知道了。对不起，我有事儿，我先走了。来爸，那个肚味道怎么样？爸爸，挺好的。这次肯定又是医院打来的。是吧？来，你的。啊。喂，爷，你好吗？老师啊，哎呀，
你告诉他，以后别把电话打家里来啊。你是说克米洛？克米洛先生是我的导师，他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这有什么不对吗？他还是你的导师吗？啊，就算是，恐怕也是双重身份吧。你。以后你来啊，就不要敲门了啊。那可不行，谁知道你在屋里干嘛呢？哦，什么意思啊？在这屋里我能干什么呀？干什么呢？啊，准备重要的手术呢。你看，手术难度很大，真替你担心。是啊，我知道。但是我跟患者没有第二种选择。哎，那我不打扰你了，我走了啊。不，该做的事儿都做完了。哎，我有话对你说啊。我和他谈过了，但是谈的不好啊。他好像知道我们的事儿。知道了又怎么样？没必要遮遮掩掩的。他的态度很强硬，谈话无法继续，半途而废。好了，现在不要想这些事儿了，好好想一想卓雅的手术吧。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啊。你觉得我们俩之间还要说这个吗？那好，下次不说了啊。我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你可以走了。你真的爱姜维？不好回答是吧？你把我弄到你的身边，就是想对我进行羞辱吗？那你应该找一个人更多的地方，这样的话会让我更加无地自容，那种效果不是更好吗？别的女人爱上我的丈夫，作为妻子，我连问一下的权利都没有吗？其实，我只是想把事情弄清楚，这样我才知道该怎么做。请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真的爱姜维？好，那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我是爱姜维。你不也爱上别的男人了吗？你凭什么这么说？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一个连自己都不懂得负责任的人，有什么资格让别人负责任？那好，就请你告诉我，我怎么不负责任？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不清楚，你必须把话说明白，否则就是胡搅蛮缠。我没有胡搅蛮缠，清不清楚你自己心里明白。我觉得你大可不必跟我这么较劲，有些事情你更应该去跟你自己的丈夫去说清楚。你让我说什么？退出自己的婚姻，支持你们相爱？退出自己婚姻，不正是你现在要做的吗？我为什么要退出自己的婚姻？答案在你自己手里。哎，干嘛？进来。从今天起，你呀就在这间办公室办公。那屋那么多人，你跟他们挤什么呀？再说，你们两个都是技术尖子，在一起有什么事还可以及时交流呀。江主任。我这么安排，你没意见吧？如云，他没意见，他还冲我飞眼呢。再说了，两口子在一间办公室办公，是既浪漫又实惠。好了，我走了。
不是说可以演戏吗？在家里也这么好呢，办公室为什么不行呢？我想跟你谈谈。换个时间吧，我脑子很乱。我的脑子也很乱，但我想，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谈话。还在想手术的事儿啊？我不想谈这件事情。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况且又不是你的责任，就不要再想了。我说过，我不想谈这件事情。那好吧，谈谈我们俩的事儿。我猜对了，林童果然成了你借口。不错，我们是在恋爱，可是你的异国恋情不是也很浪漫吗？你说什么？你还想说什么啊？你能否认吗？你凭什么这么说？凭什么？难道事实不比证据重要吗？啊？我从没有想过对你隐瞒什么。一直以来，我一直找机会跟你说，但是你从来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从回国到现在，你一直用敌对的眼光看我。不错，坦白的告诉你，我的导师克米洛确实向我表达了他的感情，确实表示了他的爱，但是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一厢情愿？不太可能吧？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你应该相信事实。事实是我回来了，我躲避了那段感情。你逃避了那份感情？你可以告诉我逃避之前干了些什么啊？你把我看成了什么样的人？女人？难道我真的有那么肮脏吗？难道我们10年的婚姻就那么轻易的被你无端的猜疑给毁了？我们的婚姻难道就那么不堪一击？可是我们的婚姻里面出现了个不该出现的男人，这个男人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充当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你说，我该怎么面对这个婚姻呢？啊？如果你拿这件事做把柄，作为你婚外情的理由，我无话可说。现在，请你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你要干什么？请你告诉我，我们的婚姻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李阿姨，放学啦，你们先走吧。再见。是啊，林阿姨。瑶瑶，一会儿阿姨带你去吃东西好吗？那可不行。为什么呀？因为我不能花别人的钱。瑶瑶，妈妈，你是来接我的吗？妈妈当然是来接你的了。瑶瑶，阿姨先走了啊。为什么？阿姨还有事儿啊。阿姨再见。再见。哎，林阿姨，星期天去我们家，让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哎，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瑶瑶，在这等妈妈，妈妈一会儿就回来。是，妈妈。
不要接近我的女儿。怕我把她抢走吗？那我今天就给你说清楚：第一，没有人会抢走你的女儿，她永远都是你的女儿；第二，我没有刻意要接近她，我今天只是很偶然的碰到她了。还有，如果我下回再见到瑶瑶，我还会跟她讲话。如果我不理她，那对她才是一种伤害。我希望永远不要再有这种偶然相遇的事情发生，那才是对瑶瑶的真正伤害。因为她总有一天她会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她也会知道你干了些什么，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权利指责我。那好，那就请你告诉我，我都干了些什么。你不觉得你很虚伪吗？把你自己装成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可真正受委屈的是你吗？妈妈，你不喜欢林阿姨吗？你不懂，我是不懂，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她呢？那你喜欢她？是啊，我喜欢她呀，她长得多漂亮啊！这是梁一冰的检查结果。你等等，怎么了？算了吧。检查一下你的腿。汝云，你也太傻了。姜维本来就怀疑你，你怎么能实话实说，加深他对你的怀疑呢？我不想骗他。谁让你骗他了？你只要保持沉默就行。再说了，你跟克米洛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你无愧于他。至于科米洛爱你，那又不是你的错。嗨，早知道这样，你回来干什么呀？你打算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不知道也解决不了问题呀。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说干脆嫁给科米洛。嫁给克米洛，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
我说的也是气话。姜维是个好男人，不然别的女人也不会爱上他。可越是好男人，就越容易在感情上出问题，而且一旦出了问题，就不好收拾。如云，现在就看你的了，你应该主动去挽救，就像挽救癌症患者一样，1分钟都不能等。有事吗？没事儿就不能进来呀？你想说什么？想跟姜主任谈一谈爱情、婚姻、家庭之类的问题，怎么样？你感兴趣吗？想听如云说什么就说吧，啊。我想说的很简单。第一，一个好男人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第二，不要把感情泛滥当爱情。第三，不要太自私，要替别人想一想，尤其要替自己的家人好好想一想，因为他们跟你血脉相连。那你认为一个好女人的标准是什么呢？你说是什么？如云是个好女人吗？是，她当然是了。只能说曾经是。那是因为你变了。姜维，我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心胸狭窄、捕风捉影。你不能把假想中的故事当事实。如云没错，如果有错，他就不会提前回来。他这么做就是想清清白白的面对你。你用什么保证他清白？他的清白都是你想出来的吧？啊？你有没有替我想过啊？和一个爱的男人在一起生活了2年多，这里面发生什么，你知道吗？你能保证什么都没发生过吗？就像是一杯酒，明明知道酒里有毒，还要把它喝下去，这能吗？啊？如果事情像你想象的那样，那你又怎么解释他提前回来？用提前回国证明他清白，啊？曲静，你太幼稚了吧？啊？我幼稚？姜维，我是不是不该爱上你啊？你为什么这么说？每次我见到他的时候，都会在心里不由自主地想，我在抢他的丈夫。我很快就会离婚的。我不是催你离婚，我曾经对你说过，我会等到水到渠成的那一天。那你就再耐心等等好吗？我说过，我的面前亮起的是红灯，我相信绿灯总会亮起来的。我不是没有耐心，我是没有信心。我怕时间长了，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人有的时候越想拥有，就越怕失去。你是对我没信心呢，还是对你自己没信心啊？你相信我，我不会忘记我的承诺，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履行我的承诺。我相信你，我也会用一生的时间去爱，去呵护我们的感情。别再自寻烦恼了啊！我没有理由拒绝啊。不过这事儿你得先找杨院长。什么？你找过了？啊，那我同意。你时间定下来以后啊，你通知我，好吧？不，你不用来接，我自己去就行了。嗯，好，再见啊。这要听阿姨的。
里边请啊。祝我生日快乐吧。啊？今天你过生日啊？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连礼物都没准备，真是。你给了我一份爱，这就是最好的礼物。生日快乐！谢谢。打扰一下几位，请问现在可以点菜吗？这是我们家的菜牌，请您过目。啊，我们还有一位客人没来，能等一下吗？可以，没关系。啊，妈妈，这个放到这儿行吗？行啊。妈妈，你别挂了，让爷爷挂吧，要不然爸爸就知道干什么了。好。你呀，什么都懂。喂，哦，爸，是您呐？什么事儿？您说。你说什么？避风塘？我现在有事儿，我晚点去行吗？哎呀，什么事这么重要？你不是已经下班了吗？哦，有人请你做院外手术。那好吧，你尽量快点儿。如云、瑶瑶和我都在等你。啊，好。不，别动。我去一下洗手间。啊，好。啊，谢谢。哎，小姐，我请问，206在哪儿？就在隔壁。就在隔壁。对。你什么时候学会了欺骗自己的父亲？爸爸，祝你生日快乐！你不配接受孩子的礼物。什么？你要放弃？对，放弃也是一种选择。哎，你可别犯傻！你以为放弃的仅仅是姜维啊？这不是在谈恋爱，说放弃就放弃了。你可是他10多年的妻子。婚姻是容不得裂痕的，一旦出现了裂痕，就很难弥合。死缠烂打有什么意思？到头来双方都精疲力尽，可感情呢，却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我知道你有一个强大的对手。林童是那种让男人无法不动心的女孩，可你也不能一枪不放的就败下阵来呀。我觉着，你不应该把眼睛只盯在姜维身上，你应该找林童谈，让他明白是他错了，应该放弃的是他，而不是你。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倒好像是你抢了人家的丈夫。我还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自己挺残酷的，霸占着姜维，却让他们2个在感情上经受着折磨。你怎么连最起码的道德标准都不讲啊？犯规的是他们，你发什么善心呢？
把自己的丈夫当救灾物资一样送给人家。人的境界中最高的应该是宽容。再说，一颗已经飞出去的心，一件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和精力。